经常听家里的老一辈人说，以前的东西质量好、耐用，我发现确实如此。以前家里的那些老物件，什么电风扇、热水器、双缸洗衣机、空调，每一件细数起来都能用个20来年。反观现在的家电，动不动就坏。尽管技术一直在迭代更新，外观也越来越好看，但质量却是差强人意。这一期就给大家盘点7个良心坏透的家电，就算商家说破天，也劝大家别再跟风买了。带语音的马桶真的很好奇，马桶是什么时候归类到家电领域了？原本是个卫生间的洁具，结果在商家的不断升级换代后，硬生生给演变成了智能家电。我承认，智能化的马桶确实给生活带来的便捷性，比如感应翻盖、自动冲水、座圈加热等等。但有些花里胡哨的功能，完全是为了吸引眼球设计，可以说毫无用处可言。就比如手机 APP 操控、语音对话功能，甚至还能让马桶播放音乐，完全忽视了马桶原本的功能是什么。大家在购买时千万要慎重，别被无用的噱头麻痹了双眼。零冷水热水器，有了零冷水功能，就能让家里一直拥有即开即热的恒温水，是不是听着就觉得很爽？但我劝你别冲动，1个月之后你去看看你家的那个燃气费，或许能让你的心凉一大截。比起浪费燃气和浪费水，自己算算都知道哪个更划算。还有，安装前要是没有预留回水管，那不管你家哪个地方用水，它都给你出热水。你猜对了，冲厕所的马桶水也是沸沸扬扬的。所以零冷水这个功能，选热水器的时候真的要酌情选择，先考虑好燃气的费用，再决定到底用不用。会制冷的烟机，你敢想象现在的油烟机居然还能当空调用？似乎完美解决了夏天厨房做饭遭罪的难题。但你仔细想想，这种集成化的电器设计完全就是个噱头。正常空调制冷都需要外机支撑，而这种制冷油烟机仅仅是在内部搭载个制冷压缩机，制冷效果能好到哪去？此外，厨房油烟大，久而久之还容易造成压缩机的损坏，价格方面更是贵得离谱，也难怪没火多久就销声匿迹了。自动炒菜机，听名字很高大上，以为是厨房小白的福音，实际上是妥妥的智商税，因为根本做不到解放双手，全程备菜、洗菜、切菜都需要自己完成。开机后还得按照它的提示要求，再按照顺序放入食材、调料。有了它后，只不过为你省去了翻炒的这个动作而已。做完饭还要手动清洗机器，一点不比自己动手做饭省事。现如今放在二手平台都无人问津了。烘干功能晾衣架，如今的晾衣架也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造后，成为了家居智能电器品类。相比于传统晾衣架，功能上也更加丰富，尤其是电动升降以及夜间照明功能，确实解决了生活痛点。但有些功能纯属为了加钱而设计，就比如烘干和除菌功能就很鸡肋。所谓的热风烘干原理类似于吹风机，上面的衣领都吹变形了，衣服下面还湿漉漉的，紫外线杀菌更是扯淡，还没有阳光晾晒效果好。就算商家吹得再好，也不建议大家买。带大屏的冰箱，现在的家电但凡和智能扯上关系，价格就要翻1倍，但高端就一定好用吗？真的未必。就拿智能冰箱来说，完全就是噱头营销，实际上就是在冰箱面板上加了一块能上网的大显示屏，说是能提供菜谱、刷视频、放音乐，甚至点外卖。但冰箱的本质功能就是冷藏和冷冻，这些高科技的附加功能真的很鸡肋，完全用不上。谁会站在冰箱前刷视频、追剧？那要手机和平板干嘛？更离谱的是，这种冰箱不但耗电量增加了，还疯狂的给你推送广告。垃圾处理器，厨余垃圾处理器，名字听起来很高大上，堪称是懒人福音。实际上坑的就是懒人。你以为安上它就完事大吉了，从此告别每天扔垃圾的烦恼，但现实情况并不能。这玩意不是所有厨余垃圾都能处理，特别是大骨头、鱼鳞、果皮等都要单独挑出来，不然分分钟就毒给你看。还有使用时也不是很省心，还有配合水龙头，用水流一点点把垃圾送进去。就是说，如果你但凡懒一点，选择直接倒的话，它自己还是会堵。所以被网友们戏称为厨房垃圾，费水，容易堵，使用麻烦不说，工作时嗡嗡嗡的那个噪音声，关门都挡不住。总之，看似高科技、好看却不实用的智能家电，远远不止这几个。所以，奉劝各位，选购任何家电都要了解清楚它的是否和自己的使用需求匹配，不要被花里胡哨的无用功能给蒙骗了。干了半辈子的家电销售，来说一说6种智能家电的选购技巧。建议看看指纹锁，有了智能门锁，出门再不用担心忘带钥匙，确实很方便。选购要点就看锁芯和开锁方式，锁芯选择 C 级的，安全系数最高。开锁方式满足密码、指纹、刷卡3种模式即可，追求全屋智能互联，推荐小米、路克、华为。追求性能在乎品质的，推荐德诗曼、凯迪仕、TCL。洗碗机，有了洗碗机可以提高生活幸福指数，彻底解放双手。选购要点
就看容量和清洗烘干方式。容量买大不买小，能买13套的不买10套的，能放下大锅具才更实用。清洗方式首选喷淋式，喷淋臂越多，清洗越全面到位。烘干方式选择自动开门或热风烘干，性价比更高。能买变频不买定频，推荐买1级水效，分层洗、杀菌、储存功能一个不能少。3. 烘干机有了烘干机，可以彻底解放阳台，即使是阴雨天也不用再为晾衣发愁了。选购要点就看容量和烘干方式，烘干容量越大越好，建议10公斤起步。烘干方式首选热泵式，烘干效率高，干衣效果好。另外，能买独立式的干衣机，不要买洗烘一体机。追求性价比的，推荐美的、海尔、小天鹅；追求性能的，推荐西门子、松下、LG。4. 投影仪小空间也能投出大屏幕，在家也能感受到电影院级别的沉浸体验。选购要点就看分辨率和亮度。首先，标准分辨率不要低于 1080p， 流明亮度至少在2000 ANSI 以上，画面才够清晰。显示技术首选 DLP， 性价比高，高端机型推荐3声 CD。追求性价比，推荐当贝、吉米、坚果。预算8000元以上，推荐明基、爱普生、奥图玛。5. 智能马桶用过的人都说好，干净卫生，如厕舒适。选购要点就看加热方式和水路。加热方式记住选即热式，活水加热才干净卫生。水路选择双水路，不选单水路。双水路人体和冲水是分开的，能买带水箱的，不买无水箱的，冲水水压更稳定。追求性价比，推荐恒洁、九牧、箭牌。追求品质的，推荐 TOTO、科勒、松下。6. 扫地机器人有了扫地机器人，在家也能轻松做家务。选购要点就看吸力和导航模式。首先，吸力买大不买小，选择2200帕以上的，清扫能力更强。其次，选择激光导航的，灵敏度更高。另外，能买扫拖一体机，不买单一功能的。续航时间要选择大于2小时以上的。品牌方面，推荐首选科沃斯、石头、云鲸。很多人都喜欢跟风买东西，尤其是一些小件的家居用品。看到商家和网红大肆吹捧宣扬产品的卖点，就觉得它真的可以解决生活痛点，于是就果断入手。买回来自己亲自用了以后才知道，又是一个鸡肋产品。就比如下面这8样家居用品，每一样都曾经被吹捧上天，结果用了后才知道是智商税，真的太坑人了。看看你家有几个。1. 鸡蛋滚动盒，卖点比传统鸡蛋收纳盒更节省空间，而且鸡蛋可以一个一个自动滚动下来，拿取方便。鸡蛋在滚动状态下能避免内部蛋清蛋黄的沉淀。现实这种滚动盒确实比普通的平铺型收纳盒要节省空间，但是一次性收纳数量上减少了，而且价格略贵。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它宣传中最大的卖点——滚动式自动补蛋根本不好用。由于鸡蛋大小形状不一，滚动过程中大的鸡蛋卡住下不去，小的直接冲到最下面，容易破碎。鸡蛋破了还要收拾盒子，无疑是给自己增加了家务。另外，它的收纳量比较小，如果家里人口多，一次买个3-4斤鸡蛋的话，根本放不下，还是要另外找地方放，比较鸡肋。2. 分层鞋架，卖点原本一双鞋子的空间，利用分层鞋架可以放下2双鞋子，充分利用鞋柜，是小户型鞋子收纳神器。现实这种分层鞋架在使用时对鞋子的大小高低都有要求，如果是普通的平底皮鞋放进去是没问题的，但如果是男士的高帮运动鞋或者鞋面稍微宽点的洞洞鞋，根本放不进下层。如果只是用来收纳普通拖鞋或者小朋友鞋子的话，那确实没问题，但是如果想常规家用，真心劝退。3. 刀筷消毒机，卖点可以直接收纳刀具和筷子，有些产品还带有砧板架，收纳能力满分。另外，内部带有紫外线消毒灯，通电以后可以给刀具、筷子消毒，节省了买消毒柜的费用。收纳、消毒功能2合1。现实所谓的消毒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紫外线灯珠，效果很差，而且不带有烘干功能。湿漉漉的刀具、筷子放进去后很容易发霉，由于每次刀具、筷子刚清洗好，还在滴水状态下放进去的，所以消毒机底部会有不少积水，时间久了就会发霉。消毒机不能消毒，反而成了霉菌滋生地。即使有些消毒机的底部可以拆卸下来清洗，但是机身内部是不能拆洗也不能自清洁的，很不卫生，不如直接买个刀架和筷架，便宜又好清洗。日常使用的刀具只要清洗到位，然后放到通风处晾干，根本不需要特别消毒。筷子也是如此，不过木质筷子即使是干净的，最好也要半年更换一次，更有利于健康。4. 电热毛巾架，卖点通电后可以烘干毛巾、内衣裤等小件衣物，冬天洗澡时还可以给浴巾、换洗衣物加热，平常还可以当作毛巾架使用。
现实卖点中的功能确实都可以实现，但是也很鸡肋。电热毛巾架要想有烘干加热效果，就必须保持通电状态，还是比较费电的。而且烘干后的衣物比较硬，看着是一层层的横干，但其实能放的毛巾数量很有限，多放2条就要叠放一起了，而且体积大，太占地方。如果非要说它有用的话，大概就是只适合南方的梅雨季和回南天的时候，可以临时烘干毛巾、内衣裤，免得没得穿。北方家庭的话，还是劝退吧。5. 勺盖一体调料罐。卖点：简约大方，勺子和盖子是一体的，单手取用调料很方便。现实超级不好用，装调料的时候如果装得太满，勺子放不进去，需要使劲倒进去，很费劲。用到后面调料少了后，勺子又够不到底。也正因为勺子和盖子是一体的，每次使用过后需要用力盖上盖子，不然里面的调料就会受潮，还不如直接用调料原装的袋子方便。6. 蚝油按压嘴。卖点：按压式出油，操作方便，不用再甩蚝油瓶了。现实虽然可以按压式出油，但是出油量很难控制。最大的缺点是按压嘴的吸管不是密封的，时间久了以后就会发霉，瓶口周围由于不能完全吻合也会发霉。拆封后的蚝油是需要放冰箱冷藏的，如果没有密封，也容易被冰箱内的其他食材污染，所以还是用原装的盖子倒过来放比较卫生。7. 硅藻泥地垫。卖点：吸水快，用在淋浴房旁边，可以吸干鞋子上的水，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造型各异，颜值也高。现实它除了吸水快以外，真的就没有其他优点了。吸水也只能是吸干鞋底的水，脚面缝隙的水还是吸不掉的，而且它特别不耐脏，沾了水后很明显的会变黑，1个礼拜不刷洗就会发霉有异味，清洗也比较麻烦，当做一次性的地垫使用还可以。8. 挤牙膏器。卖点：懒人必备，不需要自己用力就能轻松挤出牙膏。现实说它是懒人必备，我真的不敢恭维，用它比自己挤牙膏费劲多了。并不是每次挤出来的牙膏量都一样，主要看牙刷按下去的早晚，有时候牙刷放早或者晚了，牙膏就会掉出来，还要清洗它，非常麻烦。有清洗的功夫，真的不如自己挤牙膏了，省事了。说在最后，虽然这些小件家居用品的价格都不算贵，但关键是它不实用，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增加问题。对于这类产品，还是劝大家不要轻易购买，以免交了智商税。有一说一，曾经的微波炉几乎是每个家庭不可或缺的家电。它不仅可以快速解冻加热食物，还可以顶替烤箱做各种各样的美食，并且凭借价格便宜、使用简单等优势，曾创下年销量高达1亿台的壮举。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好用又方便的微波炉如今却销声匿迹了，甚至在一些家庭当中，微波炉都已经落灰，很少使用了。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本期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微波炉跌下神坛背后的真相，只因5大问题太突出。1. 加热口感差。众所周知，微波炉的主要功能就是给食物加热，虽说使用起来方便快捷，但说实话，用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口感会变得很差，甚至可以用一言难尽来形容。相信大多数使用过微波炉的人都有过相同的经历，就是用微波炉热出来的包子和馒头，不仅又干又硬，而且难以下咽。这是因为微波炉的工作原理会导致食物中的大量水分流失，所以口感自然会变差。很多人也发现，用微波炉加热食物，往往表面已经烫到张不开嘴了，里面却还是凉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对食物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自然不愿意再吃这种加热后变得又干又硬的食物，所以也就减少了对微波炉的使用。2. 存在安全隐患。微波炉虽然不使用明火，安全方面还是有一定的保障，但这种微波加热方式如果使用不当，也会酿成安全事故。咱们都知道，微波炉加热食物是一个由内到外的过程，但有些人对它的工作原理并不了解，会把鸡蛋放到微波炉加热，结果鸡蛋在加热的过程中，内部会受热快速膨胀，但因为有外壳的存在，就会导致内部气体不能很好的被排出，最终就出现了食物在微波炉中发生爆炸。网友艾特熊大等我，怪我年少无知，哈哈，第一次用微波炉就喜提炸弹。搜了一下相关案例，确实很危险，有烫伤脸甚至眼睛的，这是常识，一定不能用微波炉热鸡蛋。此外，像有些含有盐离子的水果，还有辣椒、饮用水等食物，也不能放置微波炉加热，同样存在安全隐患。3. 使用限制多。当然，微波炉除了对食材有要求外，其实对于盛放食物的容器也有一定的限制。首先，微波炉里是不能放金属制品的。如果使用金属制品盛放食物加热，会容易出现微波炉短路的情况，从而引起火灾。还有，微波炉里也不能使用塑料制品，因为塑料制品在加热过程中会激发释放塑料中的有害物质，
对身体健康会带来危害。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微波炉使用起来太过麻烦了，这也不能热，那也不能热，索性就直接放弃了。4. 功能太单一。虽说近些年微波炉也在不断改良，甚至还有换代的趋势，很多新式微波炉除了常见的加热功能外，还增加了烹饪功能。但实话实说，用微波炉做出来的饭菜口感并不理想，甚至可以说很难吃，这和它由内而外的加热原理分不开。所以即使微波炉厂家在不断的升级改良，大家也普遍只是用它来加热饭菜，这种单一的功能和需求性也最终导致了它的没落。5. 替代品的出现。随着家电行业的发展，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可代替微波炉的其他家电，比如说蒸烤箱、微蒸烤一体机、多功能料理锅、空气炸锅等等。不得不说，这些竞品家电功能上更加丰富，更能满足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就拿空气炸锅来说，可以和微波炉一样快速加热食物，同时使用上也方便快捷，并且空气炸锅的特色功能就是无油煎炸，更加符合人们追求少油少盐的健康饮食需求，这是传统微波炉做不到的。正因为微波炉的技术革新并没有跟上时代潮流，所以最终才导致它被其他竞品取代，落下被市场逐渐淘汰的结局。结语：综上所述，虽说微波炉使用很方便，相比于其他电器还有价格实惠的优势，但不可否认它的自身弊端也很多，加热口感差，对于食材和容器还有诸多限制，而且功能过于单一。正是在这些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最终才导致了它的没落，逐渐被其他产品所替代。最后也想问一下大家，你认为微波炉会彻底消失吗？很多朋友生活中都有跟风买东西的习惯，如果是小件物品，决策失误也没啥，要么退货，要么损失点小钱。但如果是买家具、家电这类的大件物品，劝你要谨慎，因为一旦发现不好用，那就是进退两难，退货麻烦，运费高，放在家里占地又吃灰，就算想扔都嫌麻烦。这一期咱们就来盘点一下容易沦为大垃圾的8个家居大件，听劝咱就别往家里搬了。1. 上翻式梳妆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很多女孩子在装修新家时都会在卧室的角落里给自己安排一个梳妆台，来弥补以前没有专门化妆地方的遗憾。但实际上大多数的梳妆台都超级难用，特别是上翻式的，坐着化妆看不清不说，腿还伸展不开，那叫一个不舒服。而且每次使用前还得把堆在上面的物品挪空，麻烦得很。更关键是化妆时手臂还没有支撑点，遭罪又心累。久而久之才发现，还不如去卫生间镜子前化妆来的省事和舒心。结果花大价钱搬回家的梳妆台就沦落为食之无味，扔掉可惜的生活家居大垃圾。2. 床尾凳。和梳妆台一样没用的，还有一个堪称卧室空间杀手的床尾凳，常年霸榜鸡肋家居榜首。很多朋友买它之前都幻想着可以用来放置脱换下来的衣服，坐在上面换鞋也很方便，但事实上这就是个伪需求。等到实际入住后才发现，对它的利用率根本不高，甚至是几乎为零。时间一长，就彻底沦为堆放杂物的地方，不仅让卧室显得更乱，打扫房间时也是超级碍事。实话实说，这个床尾凳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根本没啥用，尤其是小户型，还占地方。如果换衣服就随时挂进衣柜，脏衣服丢进脏衣篓，睡前读物和手机放在床头柜，拿取也更方便省事。试问一下，咱们买它何用呢？3. 跑步机。很多对身材管理不佳的人都企图拥有一台跑步机，就能让自己下定健身减脂的决心。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我劝你要冷静。事实上，大部分的家庭跑步机的新鲜期都超不过3个月，之后就统统被闲置，要么当家里的晾衣架，要么就是杂物叠放区。不信的话，买之前你可以去二手转让平台看一看，上面的跑步机几乎都是8、9成新的在转手，成交率还很低。所以真想要健身减肥，都不如饭后去楼下的小区、公园跑跑步，就算坚持不下来，起码钱包没损失。4. 空调扇。千万别被它的名字给忽悠了，这个玩意跟空调一点不沾边，完全没有制冷的效果，我愿把它称之为加了冰块的电扇。说白了，如果想让它发挥作用，就需要你每隔几小时就得频繁的更换里面的冰晶，不然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而且这个东西噪音还大得很，晚上开它吵得你根本睡不着觉。普通电扇的功能，价格还贵得离谱，千万别买。对了，它还有个孪生兄弟叫厨房凉霸，这个凉霸也一点不凉，冬天用不上，夏天吹热风，鸡肋得很。5. 洗烘一体机。说一个扎心的现象，市面上的一些洗烘一体机售价比普通洗衣机还便宜，你猜是为啥？很多人看到这种洗衣和烘干于一体的都会很心动，看着高级不说，还节省空间。
但等到实际体验过才发现难用到戳心戳肺，尤其是干衣功能。有网友吐槽，家里的洗烘一体机8公斤的容量，最多只能烘干3公斤的衣服，而且耗时还很长。就算是烘干袜子、内衣裤之类的小件，也得1个半小时打底。大件衣物想要烘干后直接就能上身穿的场景也根本不存在。烘干后的衣服都是皱巴巴的，有些面料还缩水严重。听到这些槽点，如果你还非要往家里搬，我也拦不住。6. 各种网红造型沙发。现在市面上的网红款沙发确实颜值出众，什么云朵、大黑牛、大象耳朵、钢琴键、帆船、像素沙发等等，多到数不胜数。讲真，这些沙发不论是造型还是质感都没有能挑剔的地方，摆在客厅里也很显气派。但说句良心话，也许会得罪人，等你入住后就会发现，他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坐靠在沙发上，脖子没有枕的地方。因为这些网红沙发的靠背都很短，就导致休息时没有支撑你脖子的位置，所以一旦你在沙发上靠的时间久了，就会感觉脖子很疼。不信的话，你们就去试一试。7. 网红羽毛灯。卧室里装个羽毛吊灯，一定是各路小仙女最得意的装修设计，飘逸的造型，质感也是无可挑剔。如果你也心动了，我劝你别冲动，因为它的美感花期很短。时间一久，你会发现它的羽毛会由最初的白色到灰色，再到黑色，因为招灰是它躲不掉的缺陷，而且脏了你还不能洗，一旦勤快了，借用网友的话形容，就是鸵鸟毛，瞬间变身乌鸡毛，那叫一个惨不忍睹。不洗吧，灯光的光线还会越来越暗，就是个美丽的废物。8. 一堆清洁电器。但凡提到做家务，多数人都会摇头，即便是勤快的人也同样烦恼。所以才导致市面上的清洁电器层出不穷，什么擦窗机器人、吸尘器、除螨仪，还有大件的洗地机、蒸汽拖把、扫拖一体机等等，多如牛毛。我家因为都不爱做家务，因此这些年几乎买了个遍。但有一说一，大多数的清洁电器并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好用，所以最终的结果普遍都被闲置。因此也奉劝大家入手前需谨慎。像我家目前还在用的，也就剩下个扫地机器人了，其他的电器都扔在角落里吃灰了。每年的回南天梅雨季，南方地区的潮湿问题真叫人苦不堪言。地板湿漉漉的，衣服晾不干，真的让人很难受。如何快速除湿？很多人呢会想起空调与除湿机。空调虽然能除湿，但是制冷除湿电费贵，关机一样会回潮。而除湿机呢，除湿效果好，最重要的是省电。除湿机该怎么选才能不交智商税呢？我家呢前后换了3台除湿机，总结出选购的5个黄金标准，认真看完能让你不花冤枉钱。1. 看除湿能力。除湿机的除湿量越大，除湿的效率也就越高。无论是单间还是全屋除湿，大除湿量的除湿机呢，代表它的抽湿快，体验感也就更好。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咱们要关注的是名义除湿量，而不是额定除湿量。名义除湿量呢，是指在密闭的环境中，温度为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时，1小时内的出水分量。也就是说，名义除湿量越大，每小时除去的水分也就越多。2. 看核心材质。除湿机品质好与坏，靠的是压缩机、冷媒、蒸发器、冷凝器。其中呢，冷媒是特别关键的。据了解呀，市面上多数的除湿机产品普遍采用的是属性不稳定的铝制冷凝器和蒸发器，这就导致了除湿性能不稳定，而且呢使用寿命呢也会较短，还会造成系统部件及压缩机的损坏。因此啊，看制冷剂才是选购的核心，务必认准优质冷媒，建议呢 R410A 制冷剂更好。3. 看附加功能。建议重点关注智能控湿。这个功能呢，可以根据室内的湿度自动调节工作模式，自动维持人体舒适的湿度。简单的操作能带来更舒适的体验感，才是实用性的本质啊。当然，如果同时配置了干衣功能、空气净化等辅助功能的话，就更为优秀。4. 看降噪能力。由于涉及到风机与压缩机的工作，噪音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呢，也要特别关注除湿机的降噪能力。如果工作噪音太大，势必会影响到正常的休息和睡眠。个人建议呢，除湿机的噪音至少控制在45分贝以内，优秀产品能控制在40分贝。5. 看水箱容量。选择大容量水箱的除湿机，可以减少来回倒水的次数，但水箱容量太大也会导致机器自身体积过重，倒水时不方便。从体验感上来看呢，建议选择容量在5升左右的，尽量不要超过8升，不然倒水很困难。当然，如果带排水管的就更好了，可以直接接下水，这样呢，开机以后就不用管它了。我家这台是碧虎 BP35 除湿机，当初选它呢也是做足了功课。我对除湿机就2个要求：除湿速度要够快，声音要小。
碧圃 BP35除湿机呢，采用的是欧盟环保标准优质冷媒，让名义除湿量直接提升72%，所以除湿能力与其他同类型除湿机对比是要快很多的，而且带有万向轮，一台机器就能轻松搞定全屋的除湿。看我这才用了不到2小时就抽出这么多的水，比起之前的除湿机呢，除湿效率强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我呢是很喜欢它的操作够简单，一键开机，智能控湿，自动维持人体舒适的湿度。搭载的还是进口压缩机，睡眠静音值只有40分贝，就算开一整晚也不会影响睡眠。除湿机抽湿啊，最怕的就是频繁倒水。5.5升大容量储水箱确实很省心，还有外接排水管，不担心水满停机的问题。除湿的同时呢，还会释放300万负离子净化空气，可以吸附灰尘、细菌，就算不是梅雨季，也不用担心闲置了。总的来说呢，碧圃 BP35除湿机整体的使用体验感真的非常不错，很适合预算在1000元价位、大户型、全屋、多空间都需要除湿的家庭选择。房子装修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期间还会面临各种选择题，毕竟每一项装修决定都会关乎到日后的居住体验。但是实话实说，有些产品和装修设计，装与不装，好像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让人纠结不已。比如本期分享的这5个装修决定，装了的和没装的人都很后悔。那到底要不要装？或许看完网友们的真实反馈，对你会有所帮助。1. 打通阳台。不可否认，打通阳台后会让客厅变得宽敞又明亮，同时还能收获最大程度的通风和采光。近些年确实受很多家庭的青睐。没打通阳台的后悔，网友艾特仗剑走天涯，当初觉得客厅地方够用，拆除推拉门也嫌麻烦，就没打通。等入住后就后悔了，东西越来越多，这个推拉门确实碍眼，客厅显小拥挤不说，光线也很差。打通阳台的也后悔，网友艾特都有啊。看到邻居家装修打通阳台后，客厅是真的显大，而且空间也通透，毫不犹豫选择跟风。等住进去，真正体验过才知道它的坏处。夏天热就不说了，冬天的阳台是真的冷。小东建议打通阳台，客厅宽敞，视野通透是它的优势，但少了推拉门的阻隔，冬天冷，夏天热也是它的弊端。所以还是建议要根据自己家的实际需求做决定，不要盲目效仿跟风。2. 柔光砖。柔光瓷砖和亮光砖相比，亮度低，不存在光污染，与哑光砖相比，表面光滑，更好打理，因此这些年在家装行业非常盛行。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爱吃橘子，当初一心想要铺柔光砖，结果被家人劝退，说柔光砖不好打理，最后无奈选了亮光砖，真的好后悔。没有质感，冷冰冰的，稍有不慎就变成出租屋。原本家里装修的挺好看的，全毁在瓷砖上了。装了的人也后悔，网友艾特一颗小米粒，装修选了柔光砖，多少有些后悔了。质感突出，颜值出众是真的，但超级显脏，不耐脏也是真的。怎么形容呢？但凡有点灰尘和毛发都尽收眼底。还有一步一个脚印，好真实，好贴切。入住1个月以来，基本2天一打扫，已经从最初的热爱到极度崩溃了。小东建议素色柔光砖，高级耐看且不反光，特别适合奶油风或无主灯装修。虽说有些不耐脏，但好打理。说不好打理的，大概率是选了便宜的柔抛砖。切记，柔光砖想要不踩坑，要选纹理少的肌肤釉或天鹅绒釉面的。3. 智能马桶。什么自动翻盖、自动冲洗、坐圈加热，随便一项功能和体验都吊打普通马桶，也被年轻人称为提升幸福感的家电之一。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冷眼旁观的二当家，当初装修也没考虑要装智能马桶，所以也没给马桶预留电源。但上次偶尔间去同学家用过智能马桶，瞬间感觉普通马桶不香了。不用你用手翻马桶盖，不用你按冲水键，在上面坐圈还暖暖的，超级舒服。装了的人后悔，网友艾特生活碎碎念，我家花7000大洋买的智能马桶，感觉就像个傻子马桶，这钱花的真冤。你能忍受，只要有人经过，它就翻盖，坐在上面，你稍微动一下，它就冲水，天天就听它，看它在那表演。还有一次喝醉了，在智能马桶上吐，他就一边冲水一边用马桶盖拍我的头。小东建议智能马桶到底好不好用？答案是肯定的。有些人担心太智能，体验感不好的，建议选半智能的，除了是感应翻盖、手动冲水，其他功能几乎一样，而且价格也便宜，2-3千元就能入手。4. 吊轨推拉门。厨房的新式吊轨门不仅是高颜值，而且地面无轨道，自然不存在卫生死角，也不用担心走路绊脚的问题，所以近几年也风靡一时。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都小妈在装修，当初没装吊轨是感觉吊轨的门不太稳定，家里有小孩不安全，
就选择了地轨，但没入住呢，这个轨道就被各种不明东西刮得掉漆到惨不忍睹了。另外，拖地也不好拖，必须拿抹布一个轨道一个轨道的擦，真的后悔死了。装了的人也后悔。网友6味地黄丸吊轨门用了2年，后悔了。讲真，它并没有想象中实用，密封性一般，炒菜时油烟外漏，隔音也不好，稳定性也不如地轨门，推拉次数多了就会出现晃动的情况。还有不耐用也是真的，推拉不顺畅，卡顿出了问题，有些配件还只能换新，不能维修。小东建议，其实地轨和吊轨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吊轨门颜值高，卫生好打理，地轨门稳固性高，更实用。到底选哪种就看怎么取舍了。个人建议选极简地轨，既兼顾美观、好打扫又安全稳固。5. 卫生间壁龛，卫生间做砌墙壁龛可以增加空间利用率，而且拿取洗漱用品也方便省事，视觉上也起到一定的装饰效果。没做壁龛的人后悔。网友大福的家，我家卫生间本就不大，考虑到做壁龛还得砌墙，担心压缩面积，就放弃了。也觉得加装置物架不美观，就让瓦工单独砌了3个隔板，结果是又丑又不好用。做了壁龛的人也后悔。网友装修中的中年妇女，我一直以为壁龛就是在墙上掏个洞，没成想还要增加一堵墙。本来卫生间宽度就小，这下洗个澡想转个身都费劲，后悔也晚了。还有，除了好看这一个优点，其他都没啥卵用，积水积灰难清理，还浪费材料多花钱。小东建议，卫生间做壁龛其实优点还是比较多的，合理利用卫生间死角，增加储物空间，洗浴用品拿取方便，不占地方。但壁龛一般都是包下水管顺便做的，不建议单独砌墙做，尤其是面积小的卫生间，还不如装置物架实用，性价比高。在小东看来，装修没有十全十美的，不管是哪个装修决定，都会有各自的优缺点。面对不同的情况，大家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做取舍，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